Hello，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晚上恐怖怪谈。今天晚上我介绍世界上哪一个人恐怖经历又发生在世界上哪一个角落呢？今天要介绍恐怖怪谈之前，先跟大家说声抱歉，天气变化大，感觉喉咙有点怪怪的，是不是有点痰？今天讲话的时候也请大家多多见谅，声音会有点不太一样。好，那今天这则恐怖怪谈呢，它是发生在美国。那说到美国呢，我相信大家都清楚，他们是一个基督教国家嘛。那基督教国家基本上有时候对鬼这一块的信仰比较没有像东方佛教啊、天主教来这么强，所以我们有时候看到电影啊，在美国只要碰到了一些附身的一个状况的话，他们有可能会去找神父，然后去寻求天主教或者是梵蒂冈的帮助，这样子其实也是蛮有趣的，对啊。好 ，OK， 那接下来我想问问看大家，你们在家里有没有碰到一些奇怪的状况，甚至尝试自己驱逐呢？没错，今天这个人的经历他可以明显感受到他家里有不好的东西在，他也尝试自己把它给净化了。好，至于是什么样的经历呢？接下来我就来介绍给大家了。这篇写的比较长，但请听我说完。这件事刚发生在今天晚上2005年12月10号。简单来说，我最近暂时跟爸妈住在一起。今天他们出门去市区办事，我就一个人在家。他们一走，我就先出去清理了下车子。几分钟后，继续回来洗衣服。那时大概下午4点左右吧。大约1小时后，天完全黑了。我坐在卧室床上看电影。就在这时候，奇怪的事情开始发生。我先是听到房子某处传来“咦咦”的声音，然后感觉地板在某些地方莫名其妙的微微晃动，持续了几分钟后，又出现了一种很怪的“叽叽”声，听起来像是鞋子在摩擦地板，或是烘衣机里有拉链的衣服在转动时所发出的声音。讽刺的是，我刚刚才洗完衣服，大部分都是床单还有被罩，这声音断断续续，只偶尔出现。我终于把电视关静音，静静的听着，叽嘎声和地板晃动持续着，像是有人在房子里慢慢走动。我还是偶尔听到那叽的声响，没有说话声，也没有拖鞋或脚步的杂音，只有叽嘎晃动和偶尔的叽声。我心里想，家里有人吗？我知道房子会偶尔自己沉降发出声音，虽然这栋房子是今年才盖好的全新屋，但我又怀疑爸妈是不是悄悄回来了，因为听起来就像有人在房子里轻手轻脚地移动着。我告诉自己最好去看看。我穿上袜子，避免脚步声太大，拿了武器，轻轻打开卧室门。我探头出去，客厅还是黑的，只有厨房烤箱和走廊的微弱环境灯。我慢慢绕过转角，进到旁边的厨房。我在厨房转角停下，专心听。地板晃动的叽嘎声还在，但那个叽声却变得很少。我很好奇，那个声音到底从哪里来的？感觉像是从我右手边的厨房传来，大概在中央流理台水槽区到冰箱之间，大概7到10英尺的距离。我最后猜可能是某个家电在发出怪声吧，就走回卧室，没再多想了。几分钟后，我又出来热剩下的饭菜，之后又跑去厨房拿几次东西，洗碗。那个时候怪声已经完全停了，我也就没放在心上。洗碗的时候，我一边想事情，一边大声的自言自语，抱怨妈妈有时候行为很夸张。我说那根本就是魔鬼在搞鬼吧。话刚说完，我就感觉水槽后方有个东西存在，我瞬间起鸡皮疙瘩，因为那感觉很真实。但我试着装作没事，不过那个存在并不带恶意，也没有什么情绪，就只是在旁边。我终于鼓起勇气，坚定地对他说：“我没时间陪灵体玩，如果有谁靠近，你给我走，别再回来。”我还是有点发抖，走去
房间另一边关灯，然后回卧室。在房间里，我告诉自己做一次灵性的净化吧，因为最近感觉整体很沉重，而且爸妈不在，真是好机会把房子里可能的负能量清掉。我拿了鼠尾草熏棒开始行动，我从头到脚熏了自己，大声念诵，要移除所有负能量。就在那一刻，我听到右后方角落里传来轻轻的砰一声，像是熏棒掉了一小块到地板，但声音离我几英尺远，而且感觉像是对我念诵的回应。我心里了一声，立刻觉得这个是确认的，真的有东西在我附近。我打开卧室门，走到客厅、浴室，我这边的其他房间，一边念诵一边驱赶负能量。黑暗说这个房子里只有爱与光。最后我绕回厨房，在中央琉璃台远端那边，我念得特别的用力。就在我往前走了几步时，前面的纱门嘣一声猛地被甩开，我整个人呆住，完全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事情。我僵在原地，试图消化刚刚看到的。纱门开始自己慢慢前后着摇摆着，我从前门玻璃窗清楚看见它在动。这时我心想，有人在门口。我还试图处理这一切，接着又想，如果爸妈回来，他们会从后院停车，后面的滑门也没锁，但我站在这里，后院没车，所以我猜要不是有人要闯进来，就是要敲门，但两件事情都没有发生。然后我终于反应过来，我刚刚在驱赶的东西真的离开了，这证明房子里确实有东西。我完全没想到会真的发生。我以前做过很多次净化，不管独自在家里还是怎么样，有一两次感到东西在附近，但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我还呆站在那里，震惊到不行。终于鼓起勇气，慢慢走向门口，这次小声且颤抖的继续念诵，把那个东西彻底赶走，不让它回来。我从前门玻璃往外看，纱窗门已经开到一半以上，外面一个人也没有。我打开门，站在门口片刻，继续念完驱邪词。不过我得承认，我不知道是因为害怕和肾上腺素，还是真的有东西，但我感觉有个存在还站在我背后不远处，就是我站在前门的位置。更让我震惊的是，就在那一刻，我爸妈的车终于开进来了，时间点也太巧了吧。我前门和纱窗门都还开着，他们看到我站在那里，就停在车道上，而不是绕去后院。他们在车里聊了一会儿，才下车把东西拿进来。他们进门放下袋子时，我爸说：“谢谢你把门开着。”我回他：“不是我开的门，刚刚这里的东西离开时，他自己把门甩开了。”他一脸困惑看着我，问说：“什么意思？”我就把刚刚发生的一切告诉他。他问纱窗门是不是拉得很紧，我说对啊，我刚刚最后出去时拉得很紧。但我又解释，怎么可能？我一个人在家的时候，门都关得好好的。我一开始在厨房里念诵驱邪时，纱窗门就突然自己用力甩开，之前怎么都不动呢？我又说，你看我手上还拿着熏棒吧，房子里还有烟味，你也闻得到，对不对？他说对，所以他知道我不是在乱讲，因为证据就在眼前。爸妈听完一开始有点震惊，但之后没有太担心，因为他们知道我们家之前也遇过一些疯狂的事，他们后来也没多说什么，只有我爸之后又跟我聊了一些。那天晚上我整晚都绷得很紧，因为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看到这种事情。我这一辈子遇过不少可怕的东西，但已经很多年没有这么严重的。那晚脑袋全是焦虑的问题，我只是很震惊。这次我决定驱赶邪恶，他真的离开了爸。介绍完今天这则恐怖怪谈，我不知道我说坦白恐不恐怖。他说那个纱窗门在关动的时候，我就想到我最近去废墟的时候啊，就是去拍摄的时候，不是都有碰到那个门会自己开自己关这样子。其实我必须说，有可能我的更可怕吧，我可以理解他，因为我是在那种鬼地方，他在家里，对不对？碰到这样的事情，
我假如当下在那种地方拿那种熏香棒、驱邪棒出来的话，我等于是在挑衅，不是吗？对吧？他在家可以，我在外面不行，对，是没错。但我觉得这个人真的很勇敢，他竟然有可能我应该要去找一下他之前的一些写的一些文章吧。或许他之前也有做过这样的事情，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有这个胆子去拿这种驱邪棒。一般人的角度来讲，应该就是在美国就找神父嘛，那在台湾就找老师嘛，对啊，觉得蛮有趣的。所以说这个恐怖怪谈，我评分的话大概是3，以他的状况来讲啊，以他立场我大概会给3颗了，但我的立场会给他3.5颗星，因为我有碰过那种状况。我必须说，当下真的蛮恐怖的。好 ，OK， 那今天恐怖怪谈就介绍到这个地方为止，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周再见，拜拜。咿呀嚓嚓。